哇 T1 举奖杯啊，不是多兰举奖杯吗？哇 ！No！ 3-0打到3-5，一局去 W 一下死在里面，然后都能拿冠军。到底要干嘛呀？世一上多兰，谁还有梦想就来我 T1， 谁想拿冠军你就来 T1， 以后 T1 的上单付费去吧，竞价，想来 T1 打上单的要付费，就付费上单算了，以后我的老天爷，这一年主要是如果你多兰打得很好，那其实我们也就还他那个啤酒人最后2把，一个啤酒人一个卡密尔，这种发挥都能赢游戏，好恐怖啊 T1 这个队。但是我说实话，就这种我们输了，明年我说实话也意味着 LCK 我们只要扳倒 T1 离冠军就很近了，对不对？今年扳倒 T1 离得最近的是 AL， 对吧？也是被连翻2把 ，KT 感受了 AL 同样的悲伤，是不是？回答我，是不是？其实现在 KT 的体感就和当时 AL 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就是2-1领先的情况下被连翻2把。其实现在才应该重拾一下对 LPL 的，对我们 LPL 赛区的一些信心啊，应该重拾一下，兄弟们，现在不是吗？其实拦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只有 T1 这一座大山了吗？其实就我们翻过去也就翻过去了，真的王朝啊，这个是真的王朝啊，很难的啊！你要这么说，我知道你们弹幕老师们都在说什么，我知道你们，我懂你们在说什么，但是有一点，就是你要想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曾经也在世界赛里面拿过3届，现在一共15届，然后欧美拿了1届。LMS 现在的 LCP 赛区拿了1届 ，LPL 拿了3届、5届、10届是 LCK 的，现在是3-10，对吧？不，今年我说实话，我一定，如果你让我分析，我肯定是觉得我们被打服的，我们肯定是被打服了。就包括刚才有一把第3把的第4条小龙，我说了，真的打得很精彩，有太多的博弈在里边了，太多的站位在里边了，真的。对，10届里边有6届。是 T1 的，所以说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作为 LPL 的对手，应该是除了一个是 T1， 还有一个除了 T1 的 LCK。换句话来说，也可以这么去聊。但是你如果当你能战胜 T1 的时候，你也就有机会去触碰那个冠军了，因为不能只靠抽签呀。你抽签避开 T1， 让 LCK 的队伍去把 T1 打了，你再拿冠军，对吧？不能这么去考虑。但是好消息是什么？我觉得多兰续约的概率增加了。我实话说，多兰能够续约的概率增加了，也就是说明年我们将面对一个，因为拿了冠军嘛，多兰大概率会续约的，我觉得大概率，我自己觉得大概率会续约。那如果明年是多兰的上单的话，我觉得你们觉得呢？不要我觉得，我要你们觉得，你们觉得呢？就如果因为拿了冠军嘛，续约的概率是不是大一点？因为今年 T1 到合约的是多兰和古马。我觉得古马呢应该大概率会，因为又夺冠了。多兰明年，反正今年是合同到的，他就签了1年。如果明年还是多兰的话，那么你们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吗？其实你看完今天的世界赛，你看完今天最后世界赛的据点，其实我是觉得反而其实也不是说有信心不可，我们今年肯定被打服的。我说了，今年赛区肯定是被打服了，不得不服 T1。但是一样的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其实回顾一下，其实也没那么多的失望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失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自己以后能不能把握住机会？不是 T1， 首先 T1 也拿麻了，我说实话 ，T1 确实拿麻了，我们得尊重这件事情，真的很厉害，我们得服这件事情，我们也得正视我们现在。那么多兰现在能叫11上吗？想问一下，多兰能叫11上吗？
Koma 3连冠了，我肯定不能跟 Koma 老师比呀，Koma 老师肯定比我厉害呀，这肯定的呀。Koma 老师是我最尊重的教练，我最崇拜的教练，一定。我早就说过了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因为很重要。我跟你们讲一个事情，就是但凡一个教练可以把一个队伍的后冠军时代处理得很好，他就是一个有能力的教练，你不用否认这些事情，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教练，能处理好后冠军时代，不让选手心浮气躁，不让选手就能管理好选手。Koma 上台了吗？ Koma 今年上台了吗？没上台，但是他对于整个队伍就是很重要，举足轻重的位置，就最重要的位置其实 Koma 他没上台啊，他都没 BP 啊，但他能处理好后冠军时代就已经很厉害了。其实我觉得今天打完之后是不是解散的声音会稍微小一点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，首先差距是肯定有的，但是 T1 确实很厉害。T1 相当于是给了我们3个队，除了 BLG 之外3个队迎头一击，其实我们都败在 T1 手上了，对吧？3个队伍都败在 T1 的手上， T1 拿了冠军。所以说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觉得其实这个还好吧，他相当于淘汰了3个 LPL 的队伍，然后也淘汰了 KT， 然后相当于我自己觉得其实算是一个实至名归的冠军吧，服是服了呀。KT 今天尽力了，但是我觉得 KT 最后一把策略有大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都已经说了呀，以后肯出不能再说肯出马后炮了呀。你们所有人都见着这次世界赛哪一次的 BP 我不跟你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而且对吧，策略怎么样？我说最后一把 KT 的策略出了大问题呢。潘森这个点我也跟你们聊了呀。